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我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现在才是美伊战争真正的转捩点吗？来看到美国为了要营救这名空军的飞官，到底要赔入多少的人力以及战力呢？来看到据报道呢，美国的特种部队呢在伊朗展开搜救，结果被击落，甚至在这个他们要营救飞行员的行动中呢，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好，这个是路透的报道说呢，美国陆军的特种作战部队正在伊朗的中西部跟革命卫队发生了激烈的地面部队的发生激烈冲突，而且美国还动用了直升机跟攻击机去筹放照明弹来协助定位，而美军空中力量呢正打击试图前往疑似坠机地点的伊朗革命卫队车队，要阻止伊朗军队去俘虏该名飞行员。而现在美伊军队呢就在这个部分，也就是伊朗西南部的这2个省份来发生直接的地面交战。好，来看到就是因为呢，一架 F-15E 战机它发射飞弹失败，在伴有的背景爆炸声下呢，有4人丧生。而德尔塔的空军基地呢，也在猛烈的炮火下呢，从恰哈马哈勒的省呢撤离了这一架 F-15E 战机的武器作业系统员。好，但是为了要营救这一名这个 F-15E 的失事飞官呢，可以看到美国是派了非常多架的战机前往该地有10架的美国波音 KC-1352 加油机，还有波音 KC-46A 飞马加油机，都正在沙国的北部海湾地区和以色列上空来进行大规模的飞行。这些飞机呢要连续飞行约2个小时，轮流的来进行往返加油作业，这可能就显示了美军正在营救 F-15战机第2名机组人员行动中面临的危机，因为他们真的要飞太远了，要一直不断的补充油。好，那现在发现了这个飞官可能会成为俘虏，也成为了一个很危险复杂的任务。这个国际反恐专家就说了，美军进入伊朗救人的行动面临了伊朗的火力威胁，挑战非常多，尤其卫星和其他设备的作用非常有限。这次任务呢是在一片辽阔的区域内要寻找遭击落的机组员。这片山不仅有山还有沙漠，地形是非常的难找。而美军负责的搜救军机还必须要低空飞行，才能够确保去寻找飞行员的踪迹。那救援机呢也必须要近距离观察，还必须在火力威胁之下来冒险飞行。对伊朗来说短时间内如果能够击落第3架美国战机，无疑是很巨大的一个战利品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了，之前就是打越战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为了要营救美国的军官，然后造成很大的损失的情况。半个世纪多前这个美国空军的汉布尔顿中校在越南上空被击落，于是呢，美军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救援行动，导致空军遭遇了整个战争中最猛烈的防空火力，11名飞行员丧生5架飞机被击落，一直到11天之后，这个汉布尔顿才被获救。那这一次的伊朗搜救行动呢，会不会又重蹈越战的覆辙呢？而且现在革命卫队呢也发文感谢谁？感谢山民去击中了2架美国黑鹰。你还以为这是革命卫队的军人去击中这个美国的黑鹰吗？不是，是伊朗山区的部族人员击中的。所以革命卫队呢对此表示感谢。好，不过现在呢，也被传出了美军是不是真的很担心会重蹈之前越战为了救人赔入太多的结果，所以现在要试图灭口呢？伊朗方就声称说美国的战机呢在夜间进行了多次的空袭，袭击了这个科吉鲁耶省的部分地区，这里呢就是失踪飞行员的位置是美军想要杀死飞行员，避免他被活捉。不过这件事情呢，马上就被这个美国方面给打脸了。像是半岛电视台就说说美军已经寻获了失联的 F-15飞官
与伊朗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而且川普呢，他也发文，他说什么？说我们找到他了哦，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呢，美国军方成功执行了美国历史上最英勇的搜救行动之一。但是这个发文呢，马上又被伊朗军方给否认。他们说呢，美军的营救飞行员任务失败，而且呢，其中2架黑鹰直升机，还有1架 C-130运输机都被伊朗击落了。所以人到底找到了没？双方是各说各话。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飞行员他失事了之后伊朗方面呢是给出了很高额的这个悬赏奖金。所以呢，在伊朗西南部竟然出现了这种交通堵塞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平民都想要去抓这名美国飞行员，所以呢，交通就堵塞了，因为大家纷纷开车要前往找人所以这因为太塞了，所以伊朗军方还敦促民众赶快远离该地区。好，不过呢，伊朗为什么想要这名飞行员就是我们来看到 BBC 的这个特派就说呢这件事情让美方同时面临了军事还有政治的双重风险，呈现呢需要承担受敌区作战压力，白宫呢则必须面对潜在的舆论反弹。但是如果伊朗成功的虏获飞行员，并且将在宣传战中取得优势，就可能化为谈判的筹码。好，那这样子的王牌要是伊朗真的拿到了，川普就麻烦大了。那也就代表什么？难道未来战争美军在伊朗打仗的时候都人人自危了吗？很怕会成为俘虏吗？请教张延廷将军。因为这个研究行动就要有很完美的密接资源作战，因为这毕竟是在敌境内作战，在伊朗的地盘。现在美军要过去营救，一定要有几个条件，他只要缺一个条件都不可以。第一个，他一定要拥有绝对的空优。那绝对的空优，美国的战轰机、美国的这个黑鹰的直升机要去营救，他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保持绝对的空优，不能有伊朗的短程的地对空飞弹把它打下来。万一被打下来，又是为了营救，反而又被击落，那变成损失更大。因为好像感觉到不断的加码，但是困难就来了。所以绝对的空能不能掌握，这是美国非常复杂的。第二个就是要有优势的地面兵力。那现在是在伊朗境内作战伊朗呢，它的地面的动员马上就可以呼之即来动员。那美军是不断的增援进去，因为要救那一个武器系统官，他后座是武器系统官那现在在那个地方，他会不会被伊朗抓到之后呢，把他移到另外一个位置去了？那你在这个地方做到你掌握的情报对不对？因为抓到之后马上移地，不会这个待在那个地方。那你在那个地方去营救，结果他已经跑到乙地去了。你在甲地作战，结果被移到乙地，你怎么去掌握？换句话，在这个绝对的优势地面兵力，美国会不会逐次投入？因为毕竟就在那个点上面，那又在伊朗有战场经营，他熟，而且现在是晚上，不断的在打照明弹，去定位，去掌握地面上的部队运动的状况。那这样子是不是？美国的136也好，美国的黑鹰直升机，还有美国在空掩护的战轰机，都要面临风险。那风险，你看刚才为什么特别讲到空中加油机？因为这个他们从机场起飞到伊朗地区就已经经过空中的航程，然后在执行任务的途中呢，油量可能不够了。这个 KC-135空中要他们待命，你随时回来加油，再继续执行任务。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盘旋，保持那个地方的空优。在那个地方的话，所有的空中的威胁都要没有，所以美军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而且那个伊朗的军队会慢慢的增援，那美国会不会继续应援？那也要美国要相对要不然的话，美国也会做损失所以这个任务是非常的复杂，风险非常的高。那这个密接资源作战，还有一个就是定位蛮困难的，你怎么样去定位它呢？它人会移动的，那伊朗抓到它会移动的嘞。那怎么样去定位？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定位困难，还有持续的火力，美国火力不能减弱，因为美国的火力会在那边这个出境作战，火力会慢慢弱。那伊朗的火力会增强，为什么？他从四面八方围过来，那这样子美国怎么脱身？所以为了救一个武器系统官的这个飞行员，美国所付出的风险跟代价可能会非常的高。那如果在黄金时间没有营救到，那可能就过去了。为什么？他人已经移走了。你在那个地方再怎么救还是救不到。
那结果美军会有战损。为什么？只要双方交火，伊朗的地面部队一定会对美军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所以可能就为了营救一个人，可能又赔上另外一个人，这方面风险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这方面来看，我认为这个营救的任务适不适宜，有的时候要好好去考量，因为不要没有营救成功，反而造成更大的战损，那会不会造成入不敷出，变成事倍功半？那这样的话就会让战况变复杂。为了营救一个人，又丢掉了另外一个人，或丢掉了另外几个人，那是不是造成美军在这方面的盘算跟他的战术作为有一些明显的瑕疵呢？这就是问题。好，而且我们刚刚看到了，这美国的特种部队为了要营救这名飞官呢，说呢，在伊朗的2个省份展开了激烈的冲突，这是不是代表说在搜救行动上面呢，地面战已经开始了呢？请教彬哥。对，现在是说有一个做后座的这个武器操作官这个失踪，然后他们现在正在大规模营救他。那当然，川普已经宣称说他们已经找到人了，那可是伊朗这边说没有，那到底谁说的对？不知道。那问题是，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是一个这个武器操作员失踪，为什么在2个地方发生战斗？大家不觉得有点奇怪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有其他的地方又做了某一些遭遇或冲突？还是他判断错误，所以他们的特种部队到2个地方去找人？这个就目前不得而知。那我只知道，伊朗其实在等这个机会等很久，因为他们过去就是等于单方面的挨揍，一直不断的被美国跟以色列的空军压制。那现在终于等到有地面部队交战的机会，那伊朗就是在等这个机会，所以当然会找这个机会跟美军交手。但是美国的特种部队绝对不是弱者，而且他们有强大的空中优势，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场战斗中也未必能够占到便宜。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毕竟他们是在自己的境内作战，所以美军孤军深入就会比较危险。万一出现什么差错的话，搞不好你人没救到，自己又有其他人被俘虏，那就更糟糕。所以我想美方这一点会非常谨慎。可是这一次不管是救到人或没救到人，我想这些都会对未来的美军的战略部署造成冲击。为什么？因为理由很简单，现在第一个证明啊，过去美国都说假的，没有，我们根本没有被战斗机被击落过，就现在确实有一架 F-15E 被打下来。那以后美军在部署它的空中的态势的时候，就要变得非常小心，因为表示伊朗是有能力击落你的战机的。那在这种状况下，美国以后还能像过去这样子不断的恣意的瞄准伊朗的所有的这些空域进行攻击吗？还是他必须要小心谨慎，甚至要保持一段的距离，避免去太过接近而被击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恐怕他要去攻击伊朗的这些战略目标，就不像过去这么轻松简单。那川普现在不是也在下48小时通牒吗？说要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攻击。那他还可以这样做吗？还是他现在要改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不要派战斗机，而是用战斧巡弋飞弹去做这些事情，可能会对他来讲比较安全，因为他必须要避免再度发生战机被击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整个的战术运用都会出现非常强烈的影响。那当然，我必须说，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这场战事还是没有一个短期之内结束的可能性，因为看起来伊朗经过了这1个多月的战斗之后，不但士气没有下降，看起来好像越战越高昂，而且很多各方面的军事判断都认为伊朗看起来它潜藏的力量是超出了美国跟以色列估计的范围之外。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话，我觉得加上他现在击落了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击落了美国的 F-15E 战斗机，那击落了这个加油机，甚至还击落了其他的一些无人机。那在这个战果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恐怕伊朗这边是更不会停下来。那相对来说，美国想要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就变得更低了。那川普有没有想过，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是要持续还是全面扩大对伊朗作战的规模呢？还是你必须要找个适当的时机离开这个战场？恐怕这就是川普要赶快去考量的事情。好，所以未来担心美军被俘虏的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常发生呢？那这样子他们的战术要怎么样去改变呢？我们请教李大中老师。因为这一次对美军来讲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哈。因为如果是根据川普在几小时之前在他社群媒体上所讲，他讲的是
斩钉截铁说人已经救到，而且有受伤但是没有大碍这个在复原当中，而且他使用2次就是因为第二位在营救这位是武器系统官他的官阶如果根据川普自己所形容，他用了2次是空军上校。那美国国防部也按照这样的一个美军所释放讯息，向美国主要的主流媒体做讯息的释放。那当然，伊朗方面是完全否认，他说是一个这个失败的营救的行动，而且美军在这次行动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战斗上的损失等等等等。那根据后来这个白宫向美国媒体所释放更多的讯息，大概有透露说这一次行动，当然出动大规模的这个美国各式各样的军机从这 F-35战斗机到 MQ-9大型的这个无人机，还包括在营救这个任务里面所使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营救的这个直升机还有所谓的 HC-136J， 那这一款是专门为了战斗搜索，而且可以为美军的直升机提供所谓的空中加油。那所谓的几百人但是是指所有的机组人员算在一起。那美国媒体判断说真正投入地面部队做营救的可能是数十位特战队员，还有将近100位最后美方认为是成功那伊朗方面他还有一个讲法是说美军为了要不让这个有活口落入伊朗手中是执行这个所谓的打击任务。那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判断是宣传战因为按照美军的信条就是不会让任何位同袍遗留在战场上，因为这个将军是这个飞官出身，因为对美军来说也是一种怎么讲心理的保障或是士气主要的来源。但历史上美军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当然有时候会蒙受更大的打击但是跟这个可以相提并论的大概是30年前在波士尼亚美军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波士尼亚赛义的这个防空飞弹击落，因为 F-16的飞官他是在这个目标区域这个躲藏6天之后被美军成功的营救，所以比较多目前美国媒体是假设这次是成功的营救，是对照在30年前那个案例，但这次对美军而言，他执行任务的困难度跟挑战是远比30年前那次大非常多，因为它更深入敌后，所以美军动员的是更复杂的一个营救行动所以假设这个行动是为真的话，那对美军来讲还是个利多但是就像刚才所特别提到，代表说美军还是在执行任务时候还是有非常多的风险好，川普的史诗怒火会不会是越战的噩梦重演呢？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聊。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攻击目标是越来越特别，而且是越来越精准了。伊朗发动了第95波打击，锁定哪里呢？锁定美军位于科威特的海马火箭炮系统，还有巴林北部的爱国者飞弹系统，以及美国海军马克飞弹发射阵列，还有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与教官在阿联酋的集结地。95波打击，通通都在这次的行动中遭到了摧毁。而且不仅仅是军事要地伊朗现在也袭击美国企业，包括了甲骨文，还有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这个是伊朗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说呢，他针对这个阿联酋迪拜的美国甲骨文公司数据中心，以及巴林的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实施了打击。不过，杜拜的媒体办公室是否认此消息。而现在呢，科威特政府大楼还有石油公司呢，也都遭到了伊朗的无人机袭击。这个呢，是位于在舒瓦伊赫的石油部大楼发生了大火。这个总部是负责管理科威特整个石油产业所以可以知道啦，伊朗这次的攻击目标呢，不是只有石油的生产设施，而是制定海湾石油政策的机构。甚至呢，科威特政府也说他们的海水淡化厂呢，也是一样遭到了伊朗攻击。伊朗轰炸了科威特电力以及海水淡化厂，造成了重大损失。那么电力部也称有2台发电机组呢，已经停止运作了。而且呢，现在来看到了美国的海军基地呢，也被攻击得很惨这个在伊朗的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之后呢，美国
国呢已经从位于巴林的海军基地撤离了数百名水兵。那么该基地呢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驻地啊。在冲突初期，我们就知道它已经是多次的遭到攻击了，多处的建物受损了，而其他地区基地呢也进行了人员撤离，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尚不清楚。看到现在这样子的不断的被轰炸，没有想到呢，美国的卫星公司啊，竟然是要停止在发布相关的影像。为什么呢？这都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他要求卫星公司停止向其控制的广大中东利益区域去传输高解析度的影像。这个封锁范围啊，涵盖了伊朗啊、以色列、加萨、黎巴嫩、海湾国家，还有美国军事基地以及该地区的活跃冲突地区。这是不是想要试图掩盖伊朗报复性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呢？通通盖牌，你就不知道我们被打得多惨吗？好，但是呢，川普不看这些真实影像，他相信自己呢已经把伊朗打趴了。他还说啊，这个再给他48小时就接下来就要去打他们的发电厂。他说：“还记得我曾经给伊朗10天的时间，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放荷姆兹海峡吗？时间不多喽，48小时后啊，地狱将要降临到他们身上，荣耀归于上帝。”而甚至呢，这个川普也在 po 影片，说什么？说啊，他们呢已经针对了德黑兰的这个大规模攻击行动中，美军成功终结了多名伊朗军事首长。还说许多的伊朗军事领导人一直以来指挥不当，而且愚蠢。如今呢，在这一场大规模攻击中被终结了。还有其他许多的重大损失甚至啊，现在是不是真的要来进行地面作战了呢？因为美国有大量的 C-17的运输机呢，都前往中东了。这个是航空监测数据显示，大量的美军全球霸王 C-17的运输机密集的飞越大西洋，前往欧洲跟中东，形成一条直通战区的空中运输走廊，引发外界对美军是否要打算扩大军事行动的一个关注。而彭博却说什么？说呢，美国对伊朗啊几乎已经投入了这个全部的逆踪巡弋飞弹，导致全球的库存剩下不到2成可以用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还要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吗？而且呢，这个纽时也报道说什么？说伊朗啊，其实呢，你怎么打它啊，它都打不完的，因为它正在借由地下导弹掩体，还有大量的诱饵去保留战力。那就导致于说，它怎么样去发射，它很快都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导弹能够再拿出来发射。而为什么这个伊朗战事明明就不见尽头，但是川普却这么的乐观呢？这个 NBC 就报道了，因为川普每一天呢都会收到汇整的影片，这个内容是什么？是最新且成功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而根据报道，川普每天观看伊朗战事胜利的画面，却被隔绝于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Times 也说呢，很多天的早晨啊，川普呢都是以观看军方官员会诊的战场成功打击画面紧急去开启他的一天告诉幕僚，身为山军统帅，如果他能够消灭伊朗的核威胁，那就是他任内最卓越的政绩之一了。这非常的严重啊！这个身为这个美国的总统，他看的竟然是只看胜不看败。那我们真的是不能说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上，他是活在这个幕僚给他的世界吗？我们来请教张延廷将军。美国现在3项正在减弱当中，第一个就是它反导系统的功能，还有它的这方面所能够发挥的这些我们讲战果都有限了。它的这样子的话，伊朗的导弹也好或无人机，它的穿透力成功率就增加了。因为反导系统弱了，不管是它的雷达、远程雷达，或者是它的爱国者3的反弹飞弹，但是数量减少了，那伊朗这方面攻势一加大，它没办法招架，所以反导系统力量变弱，是美军 ING 当中。第二个，电站干扰能力减弱了，因为电站干扰这个电站可以干扰它的 GPS 啊，干扰这个伊朗所发射的飞弹的我们讲到的惯性导航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可以干扰它，电站干扰啊，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能量
还有他的这方面的能力都在减弱当中，所以让伊朗也能够达到目标，不管是美军的指挥部或美军的驻在地的这相关的这些设施，伊朗达到破坏了。关键这个电站干扰能力，美军在减弱当中。第三个，美军的火力也减弱，所以美军的西腰拐空中霸王，从大西洋飞过来，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再到中东地区，它长途跋涉变成空中一条龙。为什么空中一条龙？都在运送军火装备，火力不够了，用完了，现在变成逐次投入，逐次投入对美国来讲不利，因为你现在是要先准备好。超前部署，现在发扬火力，现在没有办法，现在送到多少再发扬多少火力，那你这样就受限了，你就变成缚手缚脚，所以他现在的这些火力不济，变成逐次投入，对美军来看是一个压力。那相对于伊朗看的话，你的火力本来开始很旺啊，可以一鼓作气啊，现在火力变弱了，这样伊朗它更有一种回旋的空间就出来了，所以美军三项减弱当中啊，被伊朗做评估。那现在问题也出在川普上面，川普每天都听战果，结果有人只要讲实话，你看衰就离开，所以美国陆军参谋长就陆军最高的指挥官离开了，还有好几位上将离开了。为什么不能讲实话？你要讲好的战果，你不要讲说这方面啊会有风险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报风险？我们美军能力你那么看衰吗？完蛋，离开，所以变成这样。那大家都是一言堂。通通讲好的，通通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正后面的风险跟代价。那这样子的话，这用兵起来，那这样就非常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川普的资讯是有限的，川普所听到的是选择性的，这是完全一个战略的严重错误。因为他不能听实话，听实话你看衰嘛，看衰请你离开。不过我们站成一个队，怎么可以讲相反的话呢？不能报实情，这是目前川普，因为他偏听。绝对不能偏听，情报要客观。如果情报走向主观判断，那完蛋。你要情报要多方来源，最好能够把最严重的讲出来，以最严重的、最可能的，那我们讲，我们做最坏的打算，要做最好的准备。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很乐观。那所以后面的整个的战局啊，一再延宕，就是让美军陷于极不利的战略态势。目前就是这个状况。那现在呢，伊朗对美军的报复啊，是。它有高价值目标的攻击清单，因为高价值目标太多啦，你这些 Intel 也好，亚马逊也好 ，Google 也好，那么多，伊朗的清单可能几百条，可以慢慢选。那美国或以色列要去打伊朗的，反正都差不多了，这真假，有的是假目标，然后伊朗就是这些，就是该打的都打了，那不能打的也没办法，在地下，在山洞里面，那也打不到，变成这个状况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打下去是不对称作战了，美国吃亏会比较大一点，那伊朗的吃亏比较小，因为毕竟伊朗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但是美国这些高价目标，我认为它的防护力可能要赶快做加强，要不然伊朗的这个升值承诺颇次，还会造成一些战损。所以伊朗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可以攻击的目标，真的只剩下发电厂这一条路可以攻击了吗？请教彬哥。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看起来就是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想定这个程序去做攻击的，反而是伊朗，反而美国看起来有点找不到自己的整个战术的想定、战略的想定到底是什么的这种感觉，有点今天想这样做，明天又换一个招数，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试试看，好像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其实这是非常危险，因为这场战争其实暴露了美军一个重大的弱点，也就是过去这20年来，美国进行的都是所谓的反恐作战。所以呢，它的整个军力调整都是在对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这种层级，而不是去跟一个中等强国去打一场结结实实的战斗。结果他这一次选择了跟伊朗发生这样的战斗，马上就暴露出他很严重的弱点。什么弱点？第一个很明显的，他的弹药储备严重不足。你看，才打1个多月，他的弹药几乎都快用光了，他已经用掉了80%他的巡弋导弹。那以美国现在军工产业的生产速度，这恐怕好几年以后才补得回来。那现在美国是捉襟见肘，他只好从全世界各地去调。可是你从全世界各地调过来了，那是不是你在其他各地的防卫也就减弱了？那过去美国曾经自豪说，他随时随地可以同时应付2场战争。那现在的美国还做得到这件事吗？
看起来显然是不行，因为美国自己的实力已经开始不对了。然后美国过去因为一直都对恐怖分子等级的，所以美军向来习惯是什么？他掌握绝对的空优，他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家打下来，然后就是不断的在空中强烈的压制，然后用无人机啊，用导弹啊，不断的去袭击这些恐怖组织。可是现在对待伊朗，他们突然发觉这一招没有用，因为伊朗是一个国家等级的，它不是单纯的一个恐怖组织，然后它会挖地堡，它可以深深埋藏起来，而且伊朗这一次其实他们早就预想自己会被攻击，所以他们做了一大堆的假的飞弹发射车、假的坦克、假的各种武器，据说是用纸糊的，然后呢就引诱你用昂贵的弹药去打它，因为你在卫星上或者在这个高处，你这样去看，你很难分辨它的真假，结果你就被迫一直去打它，然后打完之后呢，美国也以为自己消灭很多它的飞弹发射器，就没有想到1个月过后，伊朗的飞弹发射器看起来越来越多，完全超出美军战前的估算，所以显然美国有很多弹药是浪费在假的目标上面，所以以至于美军发生了严重的误判。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要赶快纠正他的战略。那但是我就觉得川普也很好笑，他说他把伊朗的愚蠢的指挥官都干掉，那你在帮助敌人吗？你把他们愚蠢的指挥官都干掉，现在都是精明的指挥官来，你不是搬石头在砸自己的脚？好，不过伊朗就像打地鼠一样，你炸完了之后，它马上要恢复，但是美国的弹药却是打一枚就少一枚耶。那接下来的战争要怎么打？请教李大中老师。对，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战争目前短期内好像没有收手的迹象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和谈这方面也触礁哈，因为前几天其实主要的这个第三方应该是这个巴基斯坦啊，伊斯兰马巴德。那目前看起来都陷入僵局啊，所以像是土耳其、像埃及啊这样的国家又说他们愿意担负起这样第三方促谈者的任务。那我觉得这几天有一些迹象还蛮有趣的，比如说4月3号这个伊朗的这个前外长啊，这个扎里夫他投稿到这个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外交事务期刊里面，有一些他提出的这个双方迈向和谈的路径图。那扎里夫是何许人也？其实他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曾经担任过10几年的伊朗外长。当时2015年不是有所谓的伊朗核子谈判他是伊朗的首席的谈判者。那他曾经也担任过短期的这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伊朗副总统也担任过伊朗驻联合国的这个常任代表。他里面提出的观点就是说伊朗应该用胜利者的姿态，因为承受了这么多的打击，屹立不摇，来向美国做谈判。伊朗开出条件就是，第一个要打开荷姆斯海峡，这点是符合川普的期待。第二个地方就是说伊朗必须要能够把浓缩铀的议题回归到最原始的原点，浓度限制在3.67，这是当年2015年奥巴马跟伊朗谈判5+1的谈判结果。这是也应该还算是符合美国跟国际社会期待。那伊朗要求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过去伊朗所提出的条件，其实美国不可能答应的，要美军撤出中东地区，要美国赔偿要美国永远保证说不侵犯这个伊朗。那这时候扎里夫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的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必须要撤除所有对伊朗的制裁。第二个是美伊双方要对等的签署互不侵犯协定。那所以说在这个节骨眼里面他曾经是这么重要的官员，温和派务实派，在 Foreign Affairs 里面有这么重要的文章，到底有没有经过授权，还是他个人的言论，还是他在释放某种程度的风向球？因为类似的文章我觉得目前在伊朗的政治体系里面至少要经过伊朗官方的默许，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可以稍微观察的一个重点。好，不过川普已经发出了48小时的这个地狱倒数计时，但是时间到了之后，是谁被误导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思小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伊朗战事进入第5周了，还是没完没了，没有办法结束。
但伊朗公布了最新击落 F-15E 的画面哦。这个影片一释出呢，看到的画面里头出现有这个战机不断的遭到攻击，还不断的翻腾闪避，发出干扰弹，试图回避攻击，但最后还是被击落了。这当然是对于美国来讲面子挂不住的重大消息。这一架 F-15E 坠落之后呢，飞行员到底要怎么救他？哇，意外成为像电影情节一样的救援行动。20年来首见，美军第一次有战机在伊朗境内遭到击落。专家，这个是华盛顿智库的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主任，他来分析认为，由于美军飞机近期多以低空的这样高度在执行任务，所以 F-15E 有可能是光是被地对空的飞弹击中。更有可能，更简单的是什么？怎么会有这么简单的？就让可惜式的肩射式飞弹，哇，很人工的方式就把它击落了吗？这么高超的武器，却这种武器轻易的就把它击落下来了吗？伊朗方面说的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啦，他说能够击落美军战机是用战术跟现代化的设备，还有防空系统创新导致的结果。哇，听起来这个高低有差，但是总之事实就是伊朗击落了美军的 F-15E。那么为什么这个营救飞行员呢突然成为一个重大的消息？美军也是不可能任务也要做到，因为呢这个搜救的飞官除了可能改变战略战术，影响美方未来的这个战术做法之外，那更重要的是这个面子问题，还有未来如何跟民意交代。所以伊朗也是非抓不可。看到这个画面是哇，大家人马杂沓，纷纷上山去干嘛呢？伊朗民众因为政府祭出重金要悬赏抓这位美军飞行员呢，当地人民就纷纷的冲上山去，造成塞车，好像我们花季一样，有没有离谱？6万美金的价格要活捉飞行员，平民呢最后大家冲出山上，太多人，以至于最后完全堵塞，没有办法军事行动，所以要求民众必须离开啊！川普出动了10多架的战机，因为他的发文宣布已经成功救出了 F-15E 的飞官，绝不丢下任何一位战士，因为被敌军追捕啊，很危急啊，在伊朗的险峻的山区里面，很危急，所以特别包括了美军高层、3军统帅、国防部参谋首长等等的联席会，派出了缜密的救援计划，有数十架搭载重型武器的军机进入了敌后，最终将人员成功救出，就是好棒棒哦。川普的讯息是如此啊。不过呢，现在美军激烈交火，在寻获 F-15失联飞官，看起来是寻获了。刚刚伊朗前一节我们给大家最新的讯息是，伊朗方面是宣布我们并没有让你们把人救走，我们正在控制情况当中。所以是不是真的仍然困在伊朗境内呢？救援小组像拍电影的情节一样哦，为了抢救一个雷恩大兵，现在已经成功境内撤离，将其带回安全地点，这件事情是一个问号哦。当然，如果这个人质被抓走，被伊朗拿来在公开展示的情况之下，美方该如何进行接下来的战略，将会是一个关键，才会变成很严重的事情。超大手笔啊，形容因为关键的影响太大，所以伊朗革命卫队特别击落了一架寻找失踪飞官的美国这个飞机，据悉是一架 C-130的运输机之外，不止美方派了很多人哦。《华尔街日报》还说呢，在营救第2名被困伊朗的 F-15E 飞官时，2架美军 MC-130特种作战飞机也在地面被炸毁了。派了这么多飞机去，花多少的代价？这位官员没有解释飞机为什么在营救当中陷入了困境。但中东战争现在看起来，光是一个大兵哦要去救哦，都要付非常高的成本。到底中东战争谁会笑到最后，没有人知道。那么各个分析里面，伊朗是不是有一招能够让川普最后直接栽跟头呢？这个是 BBC 报道的。假如这名飞官遭到伊朗俘虏，而且示众，哇，这个不只是士气的问题而已，美方的风险将大为增加，川普将面对更沉重的民怨，政治、军事都面临风险。所以，1名飞官现在
左右着战事的发展，多重要啊！双方都派出了全部的人力跟军力去想办法把它找到。而伊朗说呢，进一步消息又击落了一架 MQ9的无人机，因为这个真真假假，在最近以来5个礼拜以来，一直有伊朗革命卫队各种的讯号画面，但这次的公布是直接告诉大家说，用先进的防空系统把 MQ9死神无人机再击落一架。我们盘点一下哦，中东战争已经这么5个礼拜以来，美军到底损失了多少呢？有7架载人的军机，有3月2号的时候，3架 F-15战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击落。那么不过是以友军击落的啊。到了3月12号，一架 KC-135的空中加油机在伊拉克坠毁，有6名机组人员罹难。到了3月27号，有一架E-3空中预警机跟管制机在沙烏地阿拉伯这里空军基地是停机坪体验者被炸毁的。而4月4号，在伊朗损失一架 F-15战机，一架 A-10的战机，还有没有其他的在接下来营救行动里可能反而造成损伤？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川普前几天礼拜4的时候，所谓重要的记者会释出的讯息，却让大家以为天哪，到底是这么的厉害吗？美军已经把伊朗炸到完全没有炸弹，那还这些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到底是不是川普误判了？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有很多天早晨的时候，川普醒来，先观看军方官员汇编的战场有多么成功，打击画面集锦展开1天，所以告诉三军统帅说，哇，这是卓越的绩效，所有的成功的画面在他的汇报里头出现，但是却没有告诉他事实吗？根据这个报道说，白宫幕僚长对幕僚还有向川普汇报的战情过度美化感到担忧，才会让川普在公开记者会讲说，我已经把他的空军、海军飞弹通通摧毁了，他再有没有飞弹了？结果隔天立刻又有飞机被击落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情进入了第5天，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第5周，抱歉。我们现在看到也就是美军被击落的战机越来越多。等会我们会讲原因但是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就是 HC-13洞带着2架直升机，但是呢，它没有全部回去，那也就是它其实也有部分的遗留在这一个伊朗的境内，但是他们自己损毁了这些遗留下来的战机，因为它不能够让这上面的任何的装备留给伊朗，因为现在大家都稍微会一点。也就是逆向工程那如果透过逆向工程的话，它上面很多的一个先进装备可能就会被破解，然后为无论是伊朗或者是俄罗斯利用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确定是 F-15呢？那我们来看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遗留在伊朗境内的一个垂直尾翼。那这个垂直尾翼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徽章以及它的垂直尾翼的最末端的部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从这一个主持人的介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它是先喷出这种小的碎片，后来呢，也就是大块大块的解体，最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们正在跳伞，就是他们已经发现这2位飞官发现，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回去。那其实无论是他用的是什么样的飞弹其实也就是预制破片，然后说打出来之后呢，其实这些破片都会对于战机造成一定的损害其实美军现在要想一想什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被击落。那他们被击落，其实几乎我们看到这么多次他们连这个Chief 或者是热焰弹都没有打，意思是什么？他们低空，然后很快的就被攻击了。所以之前讲到说这个可能是被这一个358的这一种红外线的这种飞弹攻击但这种飞弹其实第一个他们之前校阅过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种飞弹它的特点，也就是它其实是用了这种被动的来源，也就是它本身不会发出RF 信号，也就是不会发射出电磁波，它完全用你这个战机上面的所散发出来的这一个红外线，而且因为你担心，所以你在低空的时候你的速度快，然后你的红外线的特征又明显，然后在这么多的一个情况
结合之下，你就很容易被击落啊。那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讲到，那不是普通的 C13洞，那是特战所使用的 HC13洞。那他们一般来讲呢，都会携带什么？这个我不是这一次的啊，可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它的训练就是如此啊，也就是它可以完成进行空中加油，但是它这里带了一个什么？带了一个愤怒小猫的一个夹舱。这个夹舱非常特别啊，也就是它在我们一般的这一个 Seeker 旁边呢，它还有两个像拳头一样的。那现在美军经常使用这样的一个夹舱，因为这个夹舱可通用啊。我们讲到 HC13洞，它可以携带，其实无人机也可以携带。那它为什么会有两个像拳头一样的伸出来呢？因为我们要进行对于战场上面现在的电磁频谱的状况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完全的那个扫描。可是如果你的这个阵列太小的话，你没有办法对于这一个我们讲到比较低频的这个进行扫描。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为什么他们携带这样夹舱？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预警机。它都已经在地面上被击落，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它缺乏了一个空中连接的一个节点。那对于地面的目标，它无法掌握，所以这些战机呢，其实都是在一种不确定，然后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战场状况的情况之下，进入伊朗的上空。我觉得当然，现在双方美以都是全面的轰炸。虽然川普下了最后通牒，但现在完全看不到有可能顺利谈判的契机。光是找这个失事的F-15E 的飞行员，哇，双方都花了最大的力气。因为这如果真的被逮到的话，放到电视上面，然后把它放出来，全世界都看到美国的飞行员这样子的被逮捕。那请问你这个美国人民看了会怎么样？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战争的一个事件。那伊朗没有逮到他，只能说这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对伊朗人来讲啦，对美国来讲，这就是个很幸运的事。其实这个飞机被击落这个省啊，这个地方啊，面积大概是台湾的一半呢。所以16000多平方公里是很大的一个范围。而且多山都是山在那里，所以这个要去救他的人，跟要阻止美军去救他们的伊朗军队来讲，这个工作都是很难做的哦。高山，然后这么多的森林，你在爬这要克服这个地形的这种阻碍，要找到人。但我相信美军会先找到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发射器，定位啊，他身上已经有定位，他飞机下来的时候，他跳伞的那一刻就启动了，所以美军根据他所发出来的讯号是比较容易找到他，但他会出动这个大批的这个飞机嘛啊，我们刚才讲 A-10 这个游珠号，还有直升机这都算是低空飞行的飞机，当然就容易被攻击。现在伊朗最大的法宝跟现在美国真正要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你所谓的一般的反空飞弹需要雷达配合的反空飞弹啊，大概都成为美国跟以色列的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几乎要配合雷达，那些雷达大概都被摧毁了一大半了。现在最重要是去年的年底，大概12月的时候，美国这个伊朗秘密的在莫斯科跟这个俄国签订了协议，买了大概500个发射器，然后呢，大概2500枚的那个飞弹这个飞弹的这个代号叫做9K333啊，这是红外线这个导引的。那它白天晚上它都适用，都可以发挥作用这样。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就你美国真的要处理对伊朗大概有2个战争的目标，主要目标。第一个是把它核燃料给挖走，我认为这是很难的啦。第二个就是占领伊朗现在所控制的那个海湾上的那几个小岛荷姆兹海峡那几个小岛，这个会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美国的这个海空的力量强大那可是呢，
你现在如果它有这种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监射式的飞弹有这么多枚的话，那请问你要去攻这些小岛，你不可能从高空这个跳伞下来，你很可能就激降啊，要不然就小艇去把人给送上去，从对岸送到这个伊朗这边，跨过这个所谓的荷姆斯海峡。这个不管这种低空飞行的这个飞机呢，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所谓的监射式的飞弹给打下来。所以美国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飞机被打下来，他真正要考虑的就是说，我现在真的还有能力把人送到那些荷姆斯海峡那几个小岛，完成小岛这个炼油设施的控制吗？出口的这个控制吗？这是美国现在要严重的在考虑的事情。严老师现在对于战争到底有没有机会研判赶快顺利结束，其实没有专家敢轻易的研判的，因为各种的战情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光这个大兵到底是被救出来了没，出境了没，大家都还在等着完全不一样的两方讯息。对，但是川普他拿到的讯息，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个上这个节目之前，前几天我就看到那个 Times Magazine 介绍他这个过程，他就是昏庸嘛，他只要听好东西只要听正面的，那你听正面的也就算了，他就误判了，然后出来讲的话都不一样。你如果今天他拿到的讯息是真的正确的，他敢说2个星期一定会结束吗？我相信他就不敢了。那所以说，等于是你这一些幕僚为了怕得罪他，给他的讯息都是报喜不报忧，国王的心意嘛。那国王的心意不让他满意。但是呢，他这个人又喜欢拿这些讯息来做下面的决策，那就跟着就会出错。所以我现在都会怀疑他到底5月能不能跟习近平见面了。就是你按照道理讲，他本来的估计，他可能觉得说，一开头他不认为4月没有问题，即使打了战争，他都没有觉得要延。后来发现不对了，要延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会中期的一个战争。那如果是中期，那你还要再去见他吗？而尤其是你现在看起来你并没有占上风，你在伊朗战争上面没有占上风，你跟习近平见面你也占不了上风了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回头来看，就是为什么你这个团队变成全部都是美国政策的误判误判到现在，让川普有可能会失去其中的选举。然后我们也看到各种的民调出来，他不仅是民主党独立人士，包括共和党也有好多一大堆人反对战争，一大堆人认为这个川普跟他当初上台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会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然后最严重的状况就是大概有1/6到1/5的这个共和党的选民觉得我投错票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那问题就是你川普如果天天要听好消息，要天天觉得说，然后每天要讲这些100%的大话他每次用那个英文字obliterate， 就是完全摧毁了。那完全摧毁哪来的反击力量？那你还不如稍微谦卑一点，用一个 decimate， 大概就是70%了8%了就可以了。他一定要讲100%的摧毁，那你100%的摧毁，那人家马上就有回应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信用，很丢脸嘛，对。是这个尴尬，其实一下子他讲说已经把对方全面摧毁，对，一下子说我们的谈判已经完全顺利，马上要结束，这2种说法都不现实。事实上，现在看到的伊朗多地现在持续被高密度的轰炸，而且轰炸的地点呢，每以空袭了核电厂。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但这个厂目前被攻击的，依照伊朗方面的宣布呢，是在周边核设施旁边周边被攻击，那还有个保全上升。但没有让核能本身受到攻击跟冲击，还有攻水泥厂、石化中心等等的，这说是在攻他们的核心的基础建设，还有油料、能量。对外的经济的基础，所以当伊朗的经济心脏继续被攻击，有超过50座的石化厂停工，园区传出了画面，是透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哇，大片的黑色浓烟，当然全球的石油等等的供应也会受到冲击。以色列方面说，这座园区是生产炸药、弹道飞弹、其他武器材料的核心设施。以色列继续攻击，打了石化工厂，纳坦雅胡宣誓
跟着讲，伊朗的钢铁啊、石化是他们最大的资金来源，所以呢，用来资助啊他们的财源呢，以色列跟全球世界的恐怖战争啊，打这里就可以阻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哦。那么以色列对于这样强烈的攻击来讲，他也要面对同样的各方最严峻的冲击。伊朗被炸之后，怒呛美国、以色列持续攻击基础设施，会打开地狱之门。先前包括炸掉他们的桥梁等等的，伊朗方面的回应直接告诉他，如果伊朗的基础设施继续遭到攻击，地狱之门将会向你们敞开。不要忘记，一旦敌对的行动扩大的话，整个区域都会变成你们的地狱。之前呢，大家比较相信川普的话，还是相信伊朗的话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战事推进里面，比较相信伊朗可能还有余力可以做扩大的攻击，这种担心还比较强。包括伊朗安全官员公开讲，我们呢跟美国还有这个政权以色列准备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surprise， 什么东西？大家听了都会觉得担心，是吗？他说只需要在一点点的时间就能揭晓。这个语话术跟形容词呢，越来越像川普用词的遣词。但是到底是谁是得到这个惊喜的一方？拭目以待。因为包括伊朗的无人机大规模打击的本古里安机场，伊朗军队表示，这攻击新塔台啊、1号、2号航站啊这种把雷达跟天线打掉的这种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呢，是对于战事非常重要的一关。伊朗已经进行第94波攻势了哦，一波一波看起来是非常有战术战略的。一些位在以色列南部、中部、北部，还有南部特拉维夫地区的以色列工业军事设施都被攻击。同时，这重点在哪里？动用了重型飞弹等等呢，告诉大家说，以色列不是有铁穹神话吗？是不是代表这一波波攻击实质的造成的损伤，代表的铁穹已经成为神话过去了？战争爆发第36天，以色列上空已经有伊朗强大的导弹所主宰了，这个铁穹各种的攻击，包括大使馆等等的被攻击，都已经告诉大家，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攻击，让以色列已经没有办法招架吗？包括伊朗的飞弹碎片掉到了以色列军方总部附近，那么这些画面一再的被曝光出来，以色列的媒体在有限部分的报道里看到的画面是如此，所以到底损伤会不会比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还要更多更大呢？包括以色列到底有没有低估了真主党的战力，以至于当包括也门等等的参战之后，让以色列的空袭黎巴嫩医院医护人员受伤，反而让这个舆论并没有站在自己这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啊，还有贝鲁特郊区啊，造成了平民跟医护人员受伤了。而真主党声称对以色列的目标和军队一共发动了32次的攻击，同时北部地区警报响起了19次，对于以色列的定居点、部队阵地、军事设施一直发动攻击的结果呢，让以色列媒体报道，这些真主党的火箭啊、无人机啊不断的袭击，让北部的大片地区从礼拜六凌晨开始一直有警报响起。而以色列的国防军北方司令部承认以色列高估了2024年战争后真主党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显然现在他们还有能力各种的攻击继续发动当中，跟该组织近几周袭击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力度存在着差距。其实答案就是说误判了，是不是包括川普的误判、以色列的误判，造成了目前的结果？在真主党也加入战局之后，伊朗的战争跟回击的力量，现在以色列正在承受不断猛烈的攻击。委员，其实这次战争里面，首先我们要这样讲，我们现在看了很多的图片有很多是经过 AI 合成，有的是反复的放。尤其是伊朗对以色列的这种打击的很多的画面，其实不是真实，或者是说被夸大的。以色列的整个的铁穹的拦截的系统的表现，坦白讲是还是蛮强的。你看它的很多的绝大多数的飞弹，包括无人机，事实上是被成功的拦截下来。这当然包括美国可能在海上，还有在约旦的这些基地，大家都有在帮忙。可是以色列的到目前为止，它的拦截的能力、飞弹能力真的是蛮强的。可是现在真正要去想一件事，还有一个很强的，就是说你很强，但是你的敌人呢？就是说大家都低估了伊朗的那个飞弹的弹道飞弹的
那个数目跟隐藏这些弹道飞弹的能力之强，我们真的是大落低估。我想，我坦白讲，我自己是低估的。我所有来宾在现场先前问，都没有人相信会打这么久，打到现在。我想连美国、以色列，尤其以色列，他认为说，我对你情报掌握到你们的这些的大人物在哪里，我都晓得，而且很多都被我给炸死了。所以我对你的情报的掌握是100%啊。可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伊朗早就为这个战争做了20年的准备。所以他们整个不是只有政治的决策权而已，政治决策是高度的集中化，他们的军事设施、军事的力量是整个是 decentralized， 就是说整个是下放下去，是分割开来的。所以每一个战区对另外一个战区的了解，我相信都不见得是很大。他们军事因为在这个战争的对方的这种恐怖的打击的压力之下，我认为他们在军事的中央指挥能力其实不是很强，有一点各自为政、各自表现、各自发挥战力。所以也就是说，你以色列真的美国你们的情报，你是没有办法掌握整个伊朗的作战能力。但伊朗也够大，台湾的45倍以上，你想这国家有多大吗？那你它军事设施整个下放到各个地方去，不同的单位在经营的话，那你想看，你真的要统计，要对它做好统计的这个资料就不容易。所以现在究竟还有多少这种所谓的这个弹道飞弹？如果它还有很多，譬如说它还有1000枚、1500枚，甚至如果2000枚的话，那这个战争要持续很久那你以色列真的你的铁穹有办法这样拦截吗？你知道后来他为什么有好几次拦截没有成功？尤其拦截他的伊朗的高超音速飞弹，因为他以前用什么去拦截？用在大气层之外就可以进行拦截的所谓 Arrow 3剑3的这种反飞弹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很贵，大概一枚要200万到350万，那几乎都快要接近这个爱国者3型的这种价钱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就用大卫这个弹弓这个来拦截。那这个大卫弹弓的能力就是没有那么强嘛，它无法进行大气层外的这种拦截嘛，所以拦截能力比较差，可是比较省钱，所以就出问题了。所以整个来看，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可能正是慢慢的也不说瓦解，就是说在快速的失去它原有的拦截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战争持续下去，伊朗的飞弹如果还用之不竭，然后呢，以色列的防空的飞弹呢能力越来越薄弱的话，那这就好戏在后头那你以色列在后面，你就会很惨了。但目前来讲，它重要的设施其实没有怎么被攻击到它重要的军事的设施对以色列来讲，在整个战争来讲，这个战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画面，其实是民宅被攻击，而且很多画面是反复重复的出现。但是以色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敌人对他空中的打击，来自空中的打击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强大。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就是说你大部分的飞弹可能拦截下来，可是你的警报一个晚上响个不停，4次5次，白天也响，这种战争的心理上的那个压迫对以色列人民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个压力如果持续下去了，我担心以色列民意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反战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小舰长，当然美国随时可能拍拍屁股走人，川普已经早就预告过了即使荷姆斯海峡没有控制，但以色列就必须有没有办法，接下来战情如何控制，战损的控制，到底铁穹有没有被破灭成为神话呢？那么的确，以色列的官方的媒体资讯比较是封闭型的，能有限的释出，的确跟伊朗的各种情报释出看起来有落差，很难实际的掌握到，是不是像委员讲的，其实受损还是很有限呢？我们在过去2-3天之内我们所看到的川普的各种的讲话其实他已经甩锅了。他直接说赫格塞斯当初说要攻击伊朗的不就你吗？然后另外他还说，卢比欧你不要跑，我们从打这个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你不是都一直在海湖庄园的战情室里面吗？你有表达反对的意见吗？都没有。意思是说，未来只要被弹劾的时候，你们大家通通都要站出来。那另外呢，其实伊朗它是非常的谨慎
在准备自己的装备的啊，我们很少看到弹道飞弹啊，它其实带的竟然是集束炸弹，比较少。那但是呢，伊朗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伊朗知道，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其实它各型飞弹都有可能被拦截。我们看到它这样的一个，我只是要攻击这一个区域，我的集束炸弹打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有份，跑都别跑。那至于刚刚讲到这个铁穹啊，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以色列当初它号称有7层的防空系统，也就是从我们看到这里啊，最低层的，也就是70公里的，这个是铁穹，接下来300公里的是大卫投石，然后箭式2型呢，是我们看到这里是1000公里，那2000公里呢，其实是刚刚委员所讲到的箭式3式，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铁穹，大卫投石、箭式2式跟箭式3式。铁穹这样子讲啊，我再三的强调，铁穹一开始它就不是为了拦截弹道飞弹来设计的，它真正的是要拦截这一个不对称战争所发射的这一些火箭弹或者是迫击炮的，所以呢，它的飞弹非常的灵活，那也就是呢，它可以目标都错过了，他再回头打，那当然他也有预制破片的能力，他也有横向拦截的能力，那是因为火箭弹飞不快啊。那如果说现在面对了超过5马赫以上的弹道飞弹，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拦截的。那我们来继续的看，美国还在不断的增兵，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也就是拉什摩尔号的这一个船坞登陆舰，它现在通过马六甲海峡，准备进入印度洋。它其实是什么编队？它其实是当初的这个迪利波里号的编队，只是它还没有出动。那它本身呢，其实可以搭载的，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一种机械登陆艇之外，那另外的还有气垫登陆艇。那所以我们讲到美国这一次死了心了，就是要打一场地面战争。哦，您是预言马上地面战争要开始了吗？哇，那来看看伊朗。那伊朗扬言是说要让美国跟以色列尝试到所谓的惊喜的礼物，大礼要来了。严老师又怎么看呢？我觉得就是伊朗这一次能够突破以色列的整个的防空系统，让他不管说你说拦截到多少，只要能够有进去，就是对以色列刚才林委员也讲到，就是你过去没有的一些恐慌，现在每天这样子。这个 siren 这个警报一直在响的时候，包括你的机场这个你看这个 Ben Gurion， 这个是以色列的国父你打他这个机场就是有一点点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很大的，就是等于是挑战你以色列的存在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说整个的过程都没有完全按照以色列跟美国的剧本走。那现在就是我之前也提出过，就是一旦没有按照你的剧本走的时候，因为你本来认为很容易就可以掌握这个状况，所以你为了要继续得胜，或者是说要继续要吹嘘你的战果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我们讲战事升高escalation 的这个 trap 这个陷阱当中。那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像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就都在喊话比谁狠。可是到最后的结果，我还是要讲，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是不一样的。伊朗人的性命还有一个，除了他们人多就是感觉上没有像美国人这么重视这个一个一个的生命，以色列也是一样。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宗教信仰里头有这个殉道的，他们包括这些领导人都认为他们是在殉道的话，那就是对于死完全不惧怕的时候，你大概没有办法用死来吓他们所以你以色列继续攻击，美国继续攻击，然后像我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伊朗被几十个学校大学被美国跟以色列有攻击到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让美国跟以色列的正当性越来越差，就是当你去攻击一些设施，包括我们讲基础建设，刚刚一开头讲的，你基础建设大家已经不太讲了，就是说好像是违反国际法了。结果你现在上次讲到那些女学童的事情，现在我看到连大学都被攻击的时候，我确实觉得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收手？因为你们现在在国际社会里头的公信力
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我觉得川普我这样子讲好了，他常常讲泽伦斯基说 you have no card， 我觉得川普 you have no card right now， 你现在也是没有牌了，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其实有没有正当性，一开始就已经被大家看透透。问题是现在到底川普会不会发动地面攻击，战事要升级吗？刚刚小舰长是认为应该要攻击喽，是地面升级的这个情况要发生吗？那伊朗现在的动作真的没有停，因为川普恐吓下来48小时，对方一直都没有接球。